出发了，可惜了，有人不合群，少一个人正好宽敞。萌姐说的对，不合群的人就别硬融了。团建嘛，本来就是给自己人准备的。对了，那位功臣的工位帮我拍一张做纪念。孤独的功臣。3年了，第3次忘了通知我。萌姐，你那条发的够狠的。我说实话而已，他天天加班给谁看呢？王总都没点他名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根本没把他当自己人呗。都坐好，别闹了，到了好好玩。王总放心，保证玩会儿。对了，王总，临晚那几个项目的对接方案，回来再说，别提工作。看吧，王总连提都不想提他。到啦，5星级。临晚看到会不会酸？3年了，够了。看镜头，笑开心点，发朋友圈要那种没有某人我们更快乐的感觉。萌姐，临晚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？关机到现在，能出什么事儿？成年人了，玩不起就躲起来哭呗。王总，你说呢？工作的事儿回去处理，现在放松。公司技术部老陈发来的，问林婉怎么还不回邮件，明天要的方案没他签字过不了。他签不了正好，他的项目一直霸着资源，早该让出来了。萌姐，那几个方案你接手的怎么样了？我看王总好像有意让你跟。差不多了，他不在，正好显出谁是真干活的。走了，下一个景点。王总，晚上那个海鲜宴我订了最好的位置。王总，您多吃这个，这家的招牌。王总是在看工作消息。一点小问题，明天上午有个临时会议，我线上参加。这么急？团建都开紧急会。融资收尾阶段总有意外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处理一下就来。肯定是林晓那边的项目出岔子了，他人不在，数据肯定对不上。那正好，王总一回来就能看清谁有用谁没用。希望别影响大家奖金。继续吃，明天上午会议结束后，下午自由活动。好嘞，王总您别太操心了。林晓呢？赵总，您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跟林晓约的今天，方案终稿我要当面过。林晓他今天不在。不在？千万的单子他人不在。我帮您联系其他同事。打他电话。你们王总呢？在海南团建。千万项目收尾阶段，负责人联系不上。老板在海南度假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态度。赵总您稍等，我马上安排人对接。赵总，久仰。临晚的项目我一直在跟，方案我这边有。这不是临晚的版本，核心内容一样的，我在它基础上优化了。第3页，数据模型。临晚上周跟我沟通的是动态估值框架，你这个是套的模板。这个本质上差别不大。差别不大，我说了算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要林婉本人和他的原版方案，不是你，也不是任何替代品。赵总，林婉他现在确实联系不上。我给你们6个小时，6个小时之内林婉不出现，这单作废。让你们王总亲自给我打电话。怎么样？他不认，说方案是假的。那怎么办？王总那边知道了。赵总的单子怎么回事？王总，赵总点名要林婉，方案他只认林婉的版本，那就给我找到他。打不通，关机。6个小时找不到林婉，这个单子黄了，你们所有人年终奖全砍。他故意的。现在怎么办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完了，主服务器集群全崩了。陈哥，我重启过3次了，底层架构加密的，我进不去核心层。谁搭的这套架构？林婉，3年前他一个人写的底层，从来没交接过。老陈，
赵总那边还没搞定，你这又出什么事儿？服务器全线崩了，客户数据、项目文件、合同备份全在里面。那你修啊，我修不了。这套系统从底层到接口全是林婉一个人搭的，密钥在他手上，架构文档在他脑子里，我们碰不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没有林婉，这台服务器就是一块废铁，所有客户数据今天之内恢复不了，违约金你算过没有？陈哥，风起资本那边的审计数据也在里面，他们合同写的48小时响应，现在已经超时了。说清楚，什么叫全线崩了？核心服务器集群骤击，底层架构是林晓独立搭建的，技术部没有人能进入核心层，客户数据全部锁死。备份呢？备份在同一套系统里。3年了，这套系统3年没有做过交接。李小小提过，去年年会他交过一份架构档，李萌说没必要存档，直接退回去了。现在告诉我，赵总的单子，6个小时倒计时，服务器封邦，违约风险，这2件事是不是都只有林晓能解决？是。那他人呢？还是关机。你们知不知道风起边违约金是多少？2300万，加上赵总那单，加上服务器里所有客户数据丢失索赔，这个公司今天可能直接完。找他，用一切办法去他家敲门，找他家人报警，我要看到林婉。老陈，他会回来吗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说，王总，公司核心服务器今天全线到体，客户数据全锁死。赵总的千万单子挂起来了，风起资本违约金2300万已经发了律师函。原因？底层架构是一个人搭的，3年没交接，这个人现在失联，关机。谁？林婉，项目负责人，独立承担过风起资本整套审计对接，去年拿下赵总那单，方案也是他一个人做的。林婉，你认识？3年前行业技术峰会，他做过一个底层架构的演讲，20分钟，我回来花了3个月复盘他的思路，没复盘完。什么水平？如果他搭的架构真的是一个人完成的，这个人放在我们公司，值一整个技术部。他为什么失联？团建没带他，公司群里公开嘲讽说他不合群，他关了机，到现在没开。团建没带？对，全员海南独留他一个。一个能撑起整间公司的人，被丢下来，没人在意。现在公司要死了，才想起来找他。现在是窗口期，他对王总那边已经寒心了，这时候不出手，等他被哄回去就晚了。何姐，你一份邀约，薪资什么档位？行业顶标，年薪翻3倍起，独立事业部，他做负责人，团队他自己挑，核心股权5%，写进合同，签字即生效。5%？陈总 VP 才3%。他不是 VP， 他是能让一家公司活或者死的人。5%少了他不会来。我跟技术部今晚出一份对接方案，把我们现有架构缺口全列出来，让他看到来了就是核心，不是替补。1个小时，邀约函、技术方案、股权协议全部发到我桌上。明白。王总，你扔掉的人我捡起来。邀约函、股权协议、技术对接方案全部就绪，架构缺口有17项，全在他的能力射程内。他的住址有吗？查到了。备车。现在凌晨1点了。王总的人明天就会找到他家，我必须比他先到。再说一遍，现在几点了？下午2点。距离赵总给的最后期限还有1小时15分。林婉呢？人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所有能找的路子都试了。他家没人，邻居说昨晚就没见他出门，朋友、同学、前同事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王总，也许他就在家，只是不开门。那你去啊！你昨天不是在群里体会说的吗？不合群，少一个人正好。现在你去把他求回来，去啊！求你了，接电话，求你了！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从昨晚到现在，33通，他一次都没接。
我打了33通，何秘书打了40把，法务、行政、前台全在打，93通。一个人能狠心到93次不接电话，他不是闹脾气，他是真走了，他不要我们了。王总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就是嫉妒他。现在说这些值2300万吗？赵总，最后半小时。登记时间定了吗？最快一班4点，现在1点半，2个小时来得及吗？王总说必须到。收拾东西，立刻，马上！方案，我电脑里的备份。要什么方案？要人，人不在，方案就是废纸。走。赵总呢？赵总还在会议室吗？赵总40分钟前就走了。走了，他真走了。他说让王总给他回电。林婉呢？有人联系上他吗？技术部老陈在他家楼下守着，还没消息。王总，到公司了？到了。赵总，我知道了，上楼把技术部所有人叫到会议室。老陈，有进展吗？没有，我试了所有办法，进不去。访问被拒绝，需要架构师权限。林婉她的手机还是关机。完了。怎么了？他们说48小时恢复期已过，下一步是诉讼。陈总，我们陈总呢？在办公室，但他也没办法，这套系统只有他有钥匙。王总，跪下！我说跪下，给林婉的电话跪下，求他开机。什么？出去！所有人都给我出去！我想一个人待着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林婉，我在你家楼下，我不走，我等你。林婉，有事儿？公司需要你。服务器还没恢复，进不去，密钥。所以我来接你，现在就去公司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混账，你骂我打我都行，求你了。王总，我记得1周前我问过团结时间，你说回来再说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但公司我不想回了。等等，林婉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但公司几百号人，老陈、行政、保洁，他们没做错什么。林婉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报复。赵总的单子黄了，风起的违约金谁付？你要看着公司死吗？我报复张浩，3年来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深夜、每一个被你们说没必要的文档，是不是我做的？是我不懂，是我混蛋。林婉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进去说。林婉，服务器赵总所有事，现在只有你能解决，公司不能没你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嫉妒你，不该在群里说那些话，我给你跪了。坐下。方案，赵总要的终稿只有你的版本。林婉，
看在3年同事的份上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王总，你也是来说知道错了的。是，公司几百号人，不能因为我的蠢全完了。林婉，你要什么条件？开。条件？股份、职位、薪资，你说。老陈，服务器底层的加密协议，我去年写过一份密钥交接说明，放在共享文件夹里，谁让你找不到的？我没权限访问那个文件夹，权限是李总上个月收走的，说统一管理。我只是觉得文件太乱，想整理。老陈现在说这个。张浩，赵总今天早上来的邮件我昨晚备份过，你拿去优化的版本是直接把我第3页的数据模型替换成通用模板，这是你的优化？那个模板效率更高。效率？还是想把我负责的部分换成你的名字？这些事儿以后再算，现在求你立刻去公司，赵总那边还有最后机会，服务器。王总，你们来的路上商量好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先稳住他，让他救急？是，我们怕公司死，怕自己失业，怕赔钱，但林婉，我也怕，我怕这3年真的只剩利用。我承认我混蛋，但现在公司几百口人要吃饭，我不能只想着自己。林婉，架构是我看着你一行行写的，我对不起你。当年你提交接，我说不急。对不起，婉，林婉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服务器的原密钥在我脑子里，赵总的方案原版在我加密硬盘里。他不会不出来吧？闭嘴，等。我说条件，听完再决定。你说，什么都行。第一，服务器我恢复，赵总的方案我交，但从今天起，所有项目署名权归我，包括过去3年被你们改过名字的每一份文件。过去3年，那些项目有些是团队。张浩，风起资本的审计模型，报告封面写的谁的名字？第二，技术架构的全部权归我一人，任何人调用底层数据，经我签字。婉，这等于整个公司的命脉都在你。之前不也在我手上？区别是以前你们当我不存在，现在写进合同。还有呢？第三，股权8%。8%？林婉，副总裁才。王总，2300万违约金加赵总内单加服务器里所有客户数据，这些加起来值多少？我算过，公司如果今天死，清算之后你个人负债4700万，8%贵吗？我签，现在就签。法务拟合同，我签完字再动手。在那之前，这个东西不离开我的手。法务，合同模板股权账8%，林婉的名字。对，现在20分钟内发到我邮箱。20分钟。等。林婉，服务器那边风起已经发了律师函，如果再拖……老陈，3年前你说不急的时候，我提过7次交接。婉，以后我再也不……李萌，去年我交的架构文档，你退回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这种东西留着占空间，谁看啊？我记得每一句，是因为这家公司里有我3年的心血，我要拿回来，一样不少的拿回来，然后合同，你看，打印，签字，然后我去公司。王总，你以为签了合同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之后，下一步去哪儿，轮不到你决定。林姐，通知技术部全员5分钟内到机房。林婉，主服务器集群全崩，底层加密我们。我知道，都让开。陈哥，他一个人能行吗？这套架构……闭嘴，看着。这些代码，我一行都看不懂。1号节点恢复了，他直接越过了中间层，从底层重构了访问面路。这怎么做到的？因为这套底层是他一个人写的，
每一行代码在他脑子里。数据回来了，全部恢复，一项不少。底层架构交接文档，明天我重新发一份，这次别再说不急。不会了。服务器恢复了，风起的数据完整，48小时响应可以补。赵总的方案终稿在硬盘里，随时可以发。王总，还有一件事，以后谁再说什么合不合群，公司能活到今天，不是靠合群，是靠这个。散了，我还有方案要发。3年了，我从来没真正看清过这个人。方案发我邮箱了。发了，您现在可以看第3页。动态估者系模型。和上周我看到的草稿一致。张浩递交的版本把这里换成了通用模板。我知道，我问的是这个模型，你的逻辑闭环在哪儿？3点：第一，市场波动系数引入非线性修正。停。第2点，你提到历史数据回散会引入偏差，怎么解决的？双重滤化，先用滑动窗口平滑噪音，再用这个算法，你自己的？对。我投过3个千万级项目，负责人里面能当场拆解自己算法底层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方案我签，全额1200万，但我要追加一条，项目执行期间，你必须每周亲自参会1次。可以，参会记录写进补充协议。林小姐，你值得更大的舞台。谢谢赵总认可。年轻人偷别人的东西，走不远。我听到了，签了。签了。好，另外王总，合同约定的股权变更，明天生效。对，生效。你是公司股东了。股东建议下周开一次全员大会，把过去3年的项目署名全部更正。应该的。我发会议议程给你。婉婉，李萌，以后技术评本会你也参加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做满全程。别哭了，回去干活。风起资本审计对接项目，立项时间3年前，底层架构搭建周期4个月，独立完成。报告封面原署名张浩，赵总千万级动态估值方案，核心算法开发周期2个月，独立完成。原署名张浩、李萌。林婉，有些项目是团队协作，坐下。协作。张浩，赵总当面问的算法底层，你能答吗？答不了就别站起来。林婉，技术部确认，这17个项目核心代码提交记录全部指向你一人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署名以林婉确认版本为准。有异议的，拿代码提交记录来。林小姐，方案执行第1阶段我很满意，追加一个需求，第2期数据中团建设预算800万，你接不接？接，当然。我问的是林小姐。条件：3周交付手板架构，每周我亲自验收。第1次验收不过，扣款30%；第2次不过，项目终止，退全款。可以。好，合同今天发。林小姐，我赌你值这个价。3周，时间紧，需要什么资源你直接调。我需要技术部全员配合，数据接口文档3天内交齐。张浩，你负责协调，林婉要什么，立刻给。周林，你觉得3周能交付吗？林婉说能，应该。他一个人扛。我们呢？他要是失败了，赵总退全款，公司亏800万，这笔账王总算谁头上？张哥，
你什么意思？他要的数据接口文档，技术部配合速度快一点慢一点，谁说得清？3天交不起，他进度就卡住了，验收过不了。你要故意拖？我没说故意，我说的是万一配合不到位，责任在谁？他拿了8%股权，拿了全部署名权，拿了所有项目主导权，出了事儿当然是他的责任。可是老陈那边，老陈听我的，你呢？想清楚，他赢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；他输了，我们还有位置。数据中台第1期，接口层拆成4个模块，老陈负责 A 模块，小刘负责 B 模块，张浩协调 C 和 D 模块的外部对接，分工调已发邮件，今天下班前确认。收到。A 模块文档我今晚出稿 ，B 模块需要调用底层日记权限。权限我下午开给你。那我负责什么？李萌，你的工作内容王总上周已经调整过了。行政对接和会议纪要，李萌，你做好记录就行。我之前也做过项目协调。做过什么？把林婉的顾教文档权限收走叫协调。散会，各模块负责人下午2点前把进度表发我。门关上。今天评审会你看到了？看到了，我连名字都没被提。不止你 ，C 和 D 模块对接，他让我协调，但核心文档全锁在林婉手里，我连看的权限都没有。协调个屁！他拿了股权，拿了署名，拿了所有项目，我们算什么？工具，用完就扔的那种。你上次说的配合速度快一点慢一点，你想清楚了？3周交付。赵总说第1次验收不过，扣30%；第2次不过，退全款。对，只要接口文档拖3天，他第1周进度就废了。不够。什么？拖进度，他加班能补回来。你不了解他，他能3天不睡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赵总的数据中填需求文档，上周发到王总邮箱的那份，我做会议纪要的时候拍了原件。你要干什么？他不是说只有他能做吗？如果需求文档提前泄露给竞品公司，赵总会怎么想？李萌，这是泄露商业机密，查出来。查不出来，会议纪要接手人只有我，但文档流转记录上，最后打开这份文件的人是林婉。你疯了！张浩，你刚才说的对，他赢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林婉，你拿走了所有人的位置，现在轮到你知道什么叫被踩在脚下。林小姐，久仰，坐。陈总，短信里说事关职业未来，直接说。爽快。好，瑞静科技首席架构师，年薪280万，签字费50万，股权持3%，团队你自己搭，预算不设上限。这是瑞征历史上给出的最高直至 offer。陈总，我在现在的公司有8%股权，8%的小公司和3%的瑞征。林小姐，瑞征去年营收12亿，你算算哪个值钱？我调过你的背景，风起资本的底层架构，赵总的动态估值模型，全是一个人的活，你值这个价，但你待的那个地方配不上你。陈总挖我，只是因为我值这个价，还因为瑞征的数据中台需要一个能从零搭起来的人。我们技术副总裁刚离职，整个架构组群龙无首。技术副总裁为什么走？内部调整，正常人事变动。什么时候要答复？3天，3天后这个 offer 作废。我考虑。280万年年薪，3%期权，首席架构师。听起来像是终于有人看见我了，但真相是，他们要的不是我，是一个替死鬼。陈总，你以为我会因为一个数字就跳进去，但你不知道，我已经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过了。第2个坑，我站在边上就能闻到味道。C 模块对接延迟2天，赵总那边差点炸。张浩，你给我一个理由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撤你？王总 ，C 模块核心文档全锁在林婉手里，我连查看权限都没。够了，权限是董事会批的，协调不了是你没本事。张浩，署名更正后，你名下没有一个独立完成的核心模块，按制度，主管岗位需要。王总，我在这公司4年了。4年，林婉3年干的活顶你10倍。处分通知签字，主管保留观察1个月，1个月内赵总项目出任何问题，你自己走，出去。
王总，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里，摔起来更疼。第1周进度比预期快2天，赵总非常满意。A 模块老陈提前交了，省的时间。老陈辛苦了，应该的。林婉，张浩我处理了，处分通知，主管观察期1个月。我不关心他的职位。C 模块对接进度，明天能交齐吗？明天之前我亲自盯。赵总，第2期我要招2个外部架构师，预算走特批。批，你报数字，我签。行，申请今天发。林婉，公司现在全靠你，放手干，后面的事我扛。王总，您找我？白天的话别往心里去。什么意思？处分通知做给林婉看的，观察期也是做给他看的。他要的是看你被踩下去，我给他看。所以您叫我来？张浩，服务器密钥在他脑子里，客户关系在1个人手上，底层代码只有1个人能改。这公司是我的还是他的？8%股权、署名权、项目主导权，不是我心甘情愿给的，是他拿刀架我脖子上，不给不行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技术备份计划，下周开始时，你带小刘把林婉手里所有底层架构文档一份一份学，一份一份备份，不让他知道。他的代码，老陈说只有他自己能看懂，看不懂就学，学不会就抄。我给你6个月，6个月后，我要公司里有第2个人能碰底层。6个月后呢？8%的股权可以重新谈。白天那句话我收回，鸡蛋不会一直在一个胆子里。记住，在他面前你是被处分的人，全力低头，让他觉得他赢了。林总，下季度福利方案您过目，王总说您签字才能发。刘姐，去年我报的加班餐补申请，你退回来几次？那时候流程不一样。流程没变，变的是你觉得我值不值得走这个流程。放着，我看完再说。林婉 ，C 模块对接文档我提前交了，你看一下，有问题随时叫我。张浩，上周你说配合不到位是权限问题，现在主动提前交，什么变了？我想通了，处分是我该受的，以后全力配合。文档我看过了，格式不对，重做，下午3点前。婉婉，明天技术平时会的纪要模板我做好了，你要不要先看？发邮件。好，婉婉，中午一起吃饭吗？楼下新开了。李萌，去年你把我从部门午餐群里踢出去的时候说的什么？你说他又不跟我们吃，占名额。别演了，做好你的会议绩效。1个月前，这些人恨不得我消失，现在他们笑着凑过来，好像从没发生过什么。所以我不需要他们的咖啡，不需要他们的饭局，我只需要我自己手里的东西。王总 ，C 模块对接终稿，林婉签过了。还有事儿，技术部最近状态不太好。怎么说？小刘连续加班1周，今天早上差点把测试环境数据库删了。周林昨天在工位哭了一场，说压力太大。项目赶进度正常，赶进度是正常，但林婉的管理方式，王总您应该了解，他不沟通，只下命令，文档打回来不说原因，问了就一句格式不对，重做，底下人不敢问第2遍。他一直这样，以前他是执行者，这样没问题，现在他管整个技术部。王总，恕我直说，赵总那800万项目，如果中间有人扛不住离职，进度谁补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没有意思，我就是担心。小刘说的，他不敢跟您说，也不敢跟林婉说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。张浩，小刘的事儿我会找他谈，你管好你自己的嘴。林婉，今天公司茶水室有人说闲话。说什么？说你不好相处，耍大牌。谁说的？没听清是谁先起的头，但小刘和周林都在。知道了。林婉，你要不要跟他们吃顿饭，缓和一下？老陈，3年前我每天请他们喝咖啡，他们存在头把我踢出去，缓和有用吗？张浩，你以为换一种方式我就看不出来？上次是拖进度，这次是造舆论，下一次呢？随便。我不需要他们喜欢我，我只需要
他们离不开我。今天临时全员会，林婉提议的。林婉，你说。赵总第2期项目上周出了一件事，需求文档泄露给了竞品公司。赵总昨天打电话质问我。什么？泄露？谁干的？文档流转记录显示，最后打开这份文件的人是我。林婉，这不可能，你不可能！老陈，我没做，但有人希望所有人觉得是我做的。这是服务器底层操作日志，文档被导出的时间，周二凌晨2点17分。那个时间，我的工卡打卡记录显示我不在公司，但有人在。李萌，周二凌晨2点03分，你的工卡刷了技术部的门。我那天漏了东西回来拿。拿什么？会议纪要的原件。这张照片从你手机自动备份到公司云铺，你忘了关同步。我没有，他不是我一个人。对，不是你一个人。张浩，公司茶水间的监控没有录音，但你忘了一件事，你跟李萌的微信记录，他截图发给了周林，周林上周把截图交给了我。周林，你坐下，我没让你说话。这不是第一次，3年，17个项目，每一次你改我的署名，系统都有记录。你以为删了表面的就够了？底层日志在我搭的服务器里，我的服务器一个字节都不会丢。张浩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王总，我这些记录……张浩，你要说这些是伪造的。老陈，底层日志能不能伪造？不能，日记写入有时间，篡改一个字节，整条链失效。这些记录是真的。王总，泄露商业机密、伪造姜文文档流转记录、嫁祸同事，这2条够开除了吧？法务，你解除合同。张浩，你今天就走。林婉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在等。我等了3年，不差这一天。散会。他手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？张浩走了，李萌调岗行政后勤，不再接触项目文件。林婉，处理的够干净吧？李萌泄露商业机密调岗就完了？他手里没核心权限，实际危害有限，留条路，给公司省一场官司。林婉，王总说的……老陈，我没问你。林婉，张浩走了，技术部主管空缺，你兼任，所有人事调动、预算审批，你签字生效，我不插手。我不需要头衔。不是头衔，是权限。还有，股权下季度再调，你从8%调到12%。12？赵总2期2000万，没有他，公司还在亏。12不多。王总，突然这么大方，我该谢你，还是该防你？防我？林婉，我是你合伙人，别把所有人当敌人。合伙人的话，我听一半，剩下一半看你做什么。老陈，你留一下。王总，技术部底层代码除了林婉，还有谁能看懂？没有，整套架构是他一个人写的。你呢？30%，剩下的他用了自定义加密协议，没他密钥打不开。老陈，如果有一天他走了呢？张浩走之前，我让他备份林婉的底层降级，他没做完，现在交给小刘，你带着，别让他知道。王总，他刚救回2000万，正因为2000万捏在一个人手里，你睡得着，我睡不着，去办。林婉，抽屉里几份纸质文件没动，你要查吗？硬盘呢 ？IT 回收了。张浩留的。林婉，这……老陈，你知道这份文件？你今天下午在王总办公室多留了10分钟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让小刘接手备份，让我带。周林，张浩公为所有纸文件拍照囤弹，发我邮箱，不经过任何人。好，老陈，回去告诉王总，我什么都没找到。3年了，现在才明白职场里最危险的是那个笑着给你加薪，转身就找人替代你的老板。他给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因为还没找到替代我的人，找到那天全会收回去，所以我不会让那天来。李萌，瑞达科技的采购合同你核过了，财务催了2遍。核了，昨天就发过去了。那为什么金额栏填的是12万，采购清单写的是120万？不可能，我对过的。对过，合同已经盖章发出去了。瑞达那边按12万开的票，货到了，尾款对不上，财务说差额108万，要走法务。
那撤回重签，盖了章的合同，你说撤就撤。王总已经知道了，10分钟后去他办公室。李萌，这个合同模板金额栏有自动校验公式，你是手动改过？我嫌公式麻烦，直接手打的数字。108万差额，瑞达那边要求按合同金额履约，否则起诉违约。你知道违约金多少？王总，我只是填错了一个零。一个零就是108万。你做了多少年行政？合同核对是基本功。以前这种活都是系统自动。系统自动，你为什么手动改？王总，瑞达那边今天下午要答复，让法务去谈。李萌，行政专员降为行政助理，薪资降2级，即日生效。再出一次事，直接走人。王总，如果我还在原来的岗位，这种低级错误根本不会。原来的岗位？你原来的岗位是靠别人的成果混的，现在一份合同都做不对，你还想回去？李萌姐，你还好吗？好什么好？降职降薪，全公司都看着笑话。那个合同的事儿，以后小心点就。小心！我以前做项目协调，几百万的单子经手过，现在让我合同填数字，这本来就不是我该干的活。可是，是林婉，他把我踢出项目组，把我调到行政，让我做不擅长的事，等着我犯错。他就是要看我死。李萌，合同金额填错是你自己。老陈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还在技术部，你当然什么都好说。我被他一脚踢出来，什么都没了。小刘，你信不信，下一个被他踢走的就是你？林婉，你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，但你等着，我还没输完。陈总，王总那边的消息确认了，林婉发现了技术备份计划，但没有离职。王总上周把他股权从8%提到了12%。12%，他倒舍得。还有，赵总第2期800万项目，林婉一个人扛，王总同时让老陈带人偷学他的底层代码。哼，一边加薪一边挖坟，王总这人又蠢又贪。上次的 offer 他没回复，要不要再联系？上次的条件不够，280万年薪加3%股权还不够。他现在手里捏着2000万的项目。周林，重拟方案，年薪350万，签字费100万，期权5%，再加一条，每年净利润分红1.5%，写进合同。陈总，这个条件董事会那边……董事会我去谈。瑞征数据中途烂了半年没人接，每个月亏300万。他来3个月止血，算账我划算。什么时候约？今天。林小姐，上次的条件作废，这是新的。净利润分红1.5%，写进合同。白纸黑字，瑞净去年净利润1.8亿，1.5%，你自己算。270万，每年加上年薪350万，签字费100万，库权5%。林小姐，你在王总那里拿12%，他那个公司值多少钱？陈总，上次我问过你，技术副总经理为什么走，你没说实话。这次说实话，他想自己干，带走了半个团队，所以我需要一个能把架构重新搭起来，并且搭完之后别人拿不走的人。你要的是一把锁。我要的是一把锁，外加锁匠。你在王总那里已经证明了，你搭的东西除了你没人动得了，这是你的价值。我不怕你值钱，我怕你不来。我现在手里有赵总2000万的项目在跑，中途走，违约。违约金我出。多少？你报数字。我需要1周。3天。3天后董事会开会，我要拿着你的签字进去。陈总，能等1周的人才配用我，等不了的用不起。1周就1周。周林，盯紧王总那边，他要是加码，告诉我。王总，昨晚有人看到林婉跟瑞创的陈总在西餐厅吃饭。什么？周林发了朋友圈，定位西餐厅包间，配文欢迎未来的伙伴。虽然删了，但截图已经传开了。他要跳槽？不确定，但瑞晶上次开过280万的靠服，现在呢？现在开多少？不知道，但陈总挖人从不手软。叫林婉来。王总，现在叫现在立刻。两边都急了。好，急的人
才会出价。老陈，昨晚瑞征那边开了多少？具体数字没拿到，但周林朋友圈的截图传遍了，技术部都在议论。议论什么？议论林婉要走。他不能走，赵总2000万在他手里，他走一步公司死。所以您打算？技术总监兼策划高管，独立团队管理权，全公司通报，让所有人知道我王总不亏待他。这个头衔够大了。头衔归头衔 ，IT 那边今天把服务器主密钥改成双人验证，我一把，他一把，单人进不去。他会发现，发现了就说安全升级。老陈，还有一条，10万以上的预算审批加我连签。他之前的权限是独立签字，之前是之前，现在公司大了，流程要规范，说得过去。下午2点全员大会，你去通知。今天一件事，公司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，即日起任命林婉为技术总监兼策划高管，拥有独立团队管理权，技术部所有人事调动、项目排率由他全权负责。林婉，上来说2句。谢谢王总，一句话，活照干，标准不降。散了吧。等一下，还有个流程，公司发展快，管理要跟上。这份是新的权限规范，10万以上预算连签制，服务器主密钥双人验证，所有高管适用，不单针对你。所有高管适用？对，包括我自己。行。散会。林婉，我下午查了 IT 单，密钥改双人验证，今天上午10点办的。全员大会是2点，先改权限再开大会。任命是真的，但笼子也是真的。技术总经理，独立管理权，听起来是王冠。180天离职通知期，双人密钥，连签审批，这不是王冠，是脚镣。他怕我走，所以把门焊死，给我最大的头衔，配最紧的锁。王总，你花了1下午给我镀金。但你忘了，我能闻出金子底下是什么味道。内部转岗7份，外部简历9份，今天定完。林婉，内部的人熟悉业务，磨合成本低。这3个，去年项目复盘会联名要求撤我主名，不要。还有4份。赵阳，茶水间带头传我简历造假，不要。孙磊、何婷，帮张浩改过我3木署名归属，不要。何婷那次是张浩让，谁指使的不重要。签了字就是他做的。下一个，这份谁递上来的？刘姐，行政那边的李萌申请转回项目组。刘姐，林总，李萌的申请谁让你递的？他自己写的，求我帮，退回去。附一句，不符合录用标准，不予受理。他毕竟3年，我也3年，我那3年怎么过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退回去。外部候选人我面过4个，这2个明天入职，剩下的猎头继续找。标准一条，只看能力，不收人情。林总，我还在团队里吗？小刘，王总让你备份我底层代码，进度到哪儿了？不到10%，大部分看不懂。留下，从今天起只对我汇报。王总在找你，让他来找我。明白。散。林婉原话，不符合录用标准，不予受理。3年项目协调哪里不符合？他没解释。周莲，你在团队里帮我说一句话。李萌，去年你替李林婉出午餐群的时候，谁帮他说话了？你现在要的公平，他等了3年没得到。张浩，他组了新团队，跟你有关系的人全拒了，我的申请连面都没见，直接退。意料之中，他要的不是团队，是清洗。我在这公司待不下去了。别急着走，你走正中他下怀。那怎么办？他把旧人全踢出核心，新人没根基，磨合最少3个月。这3个月，他最脆弱。然后呢？瑞征的陈总，赵林的名片你还有吗？在。约个时间，我手里有东西，陈总会感兴趣。你说你有林婉的底层架构资料，多少？核心框架文档30%到40%，加上我4年跟他项目的技术笔记，能还原60%以上。剩下的，他用了自定义加密协议，
但拿到60%的框架，你们技术团队逆向推3到6个月能补齐。陈总开350万加净利润分红挖林婉，卖点就是不可替代。你这东西要是真的，它就可以被替代了。对，它的价格是建立在没有第二个人能碰它代码的基础上，我把地基抽掉。你呢？你还在那家公司？行政助理，降职降薪。哼，所以你也有账要算。下周5行业峰会，陈总要在主论坛宣布技术合伙人计划。如果在那之前，我拿这些资料进董事会，他的招聘方案当场作废，林婉在王总那边的溢价也跟着他。你要什么？瑞静技术部架构师岗位，薪资拟定。你被开除的事儿圈子里都传遍了，所以我只要一个位子，您给我验资料的机会就够。峰会周5，验完我给你消息，验不过这次见面没发生过。这些资料你哪来的？你走的时候不是没备份完？王总让我备份那段时间，我拷了一份在自己硬盘里，离职交接没人查。林婉的服务器日记记录所有访问，他要是查到，他查到又怎样？他让我当着全公司的面被赶出去，现在轮到他。林婉，下周5行业技术峰会，瑞晶主办，你在受邀嘉宾名单上。方毅，瑞晶副总裁，他和陈总什么关系？不好，去年瑞晶内部改革，方毅被架空过一次，两人面和心不好。方毅出现在主办委员会名单里，陈总要在峰会上宣布合伙人计划。你是说内部有人要拦他？周林，张浩离职交接时，他的个人硬盘 IT 做过清查没有？我去查散单。你怀疑他拷了东西走？他手里有王总给他的备份计划，他跑了30%的进度。如果他留了副本，这些东西流到瑞元内部，刚好能拆掉陈总开给我的价。张浩，你以为离开这栋楼就安全了？我的服务器记得每一个字字，包括你偷走的那些。峰会之前，我们需要提前见一面。写什么呢？给林婉的道歉信。刘姐，我想通了，是我做错在先，替他出群帮张浩泄露文件，他没把我送进赣州所，已经是留情了。进。林总，打扰了。什么事？道歉信，我欠你3年的，我不求你原谅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认了，以前做的那些事没资格狡辩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我做好我的行政助理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咖啡拿走，我不喝别人买的东西。好。他收了，信收了，咖啡没收。那有用吗？有用。他桌上的项目进度表我看到了，赵总2期交付日点是下月15号，但排练表上资源缺口3个人，新人还在磨合期。李萌姐，你这样……小刘，你上次差点删了测试数据库，是谁帮你瞒下来的？是你。我只需要你一件事，每周技术部的周报邮件抄袭一份到我私人邮箱。小刘，林婉叫你。老陈，茶叶没了，我明天带。你信吗？他出门的时候眼睛看了我屏幕3秒，我也看到了。道歉是假的，他想靠近我。要不要不动他，让他演，演得越深，露出来的越多。李萌，你以为换一张脸我就认不出你了？你每靠近我一步，我就知道你背后站着谁。来吧，我等着看你这次替谁挖坑。林婉，2期项目进度汇报一下。模块1100%验收，模块2进入灰度上线，预计下月8号全量发布。后续还有3个需求模块，我决定了，全部交给林婉对接。赵总，那些模块涉及商务、财务、运营不同部门，我只跟林婉对，他懂业务，理解快，其他人我没时间磨。赵总眼光不错，陈总也想挖我这边的人，我正打算。想都别写想。林婉，你这个月单项目提成我单独算，2000万项目基础上再加2%，现金。赵总，这不用推，
你值这个价，王总，你这员工我是真想从你这儿挖走。赵总太抬举了。赵总把3个模块全交给林婉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客户的不信任，他现在是赵总指定的唯一对接人。这样王总会什么？王总现在比谁都着急。赵总明着挖他，这是在逼他跳槽。赵总把他捧到这个高度，反倒帮了我的忙。所有人都在盯着他，需要他，离不开他。这样的人最容易被一击必杀。赵总当着我的面要挖他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，这对你们都不利。林婉被众星捧月，只会更骄傲。王总，通知 IT， 服务器主密钥今天改，不再是双人验证。那林婉就说系统维护。林婉，你现在是热下注，越多人要你，我就越得快点把你拴死。什么时候改的？刚改，说是系统维护。他开始收网了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是信号，说明王总现在很慌。各位看清楚，这是林婉在王总公司搭建的底层架构，核心框架60%的还原度。陈总花350万挖一个人，前提是他不可替代。现在他可以被替代了。这些资料来源可靠，已经经技术团队初步验证，框架逻辑完整，逆向补足周期3到6个月。那陈总的合伙人计划作废，董事会没有理由批准一份建立在虚假前提上的天价合同。方毅什么时候约的董事会？今早临时加的，没通知您。资料哪来的？张浩，上周咖啡馆见的方毅交了一个加密 U 盘。周五峰会之前，方毅要在董事会把我的方案否掉。林小姐，周五太晚了，明天下午我带合同去找你。发生什么了？我内部有人拿到了你的部分架构资料，正在拆你的价格。明天之前你不签，后天我的方案进不了董事会。谁？方毅。资料来源是张浩。陈总，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60%框架，你自己判断。合同打印2份，签字费从100万加到150万，写进补充条款。董事会还没批，我先签，出了事我担。张浩考走的那30%，加上他4年的技术笔记，确实能还原60%。但剩下40%是你的加密协议，没有密钥，逆向推演最少要1年，不是3到6个月。方毅不懂技术，他只需要董事会相信3到6个月够了。那你明天签吗？我签了，陈总稳住董事会，方毅的方案当场作废。我不签，陈总被架空，瑞金数据中条继续烂，张浩拿着我的代码在那边上位。王总那边呢？你一走，王总手里只有30%的代码，没有密钥。他的服务器今天已经改成单人认证，他把我锁在外面了。你留下也没有意义。明天下午3点之前，我要做一件事。什么？让王总知道我明天要签瑞征的合同。你故意告诉他，两边都急，才会同时出最高价。我要的不是一份合同，是2张底牌全部摊开。王总，消息是小刘那边传出来的，他明天下午签瑞晶的合同。签了，赵总2000万跟着他走，公司直接死。那您打算把协议拿出来？哪份？年初董事会否掉的那份核心合伙人协议，分红股8%，净利润分成2%，10年锁筹期。那份协议捆绑条款太重，当时法务说什么不重要，他明天下午3点签字，我今天下午必须把他锁死，叫他来，现在。说，核心合伙人协议，分红股8%，每年净利润2%直接打到你个人账户，加上你现有的12%股权，你在这家公司占20%。另外，20%，这家公司去年营收9000万，今年赵总2000万进来，明年过2个亿，你算算20%值多少？条件呢？没有条件，你是我合伙人，不是员工。第7条，竞业禁止3年。第9条，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全部归属公司。第12条，离职需提前360天书面通知，且在职期间所有技术成果包括个人时间完成的，视为职务发明。王总，你给我20%，换我一辈子。林婉，哪家公司的合伙人没有竞业？竞业3年，我认。知识产权归属，我也认。
但第15条，乙方如违反本协议任意条款，已获分红股及股权即刻无偿收回。王总，你花了2页纸给我东西，用1句话就能全部拿走，这不是合伙，是卖身契。那一条是法务模板，法务模板里不会有这句，这是你手写加上去的。王总，你每次说没有条件的时候，条件就藏在最后1页。林婉，瑞静开多少我翻倍，你说个数。不是钱的问题。那你要什么？删掉第15条，竞业从3年改1年，知识产权归属加一句，基于乙方入职前已有的技术框架除外。改完，我今天签。改，老陈，叫法务。不用叫法务，您手写就行。刚才那条也是您手写的。林婉，明天下午3点之前改完发我邮箱，过时不候。验完了，核心框架还原度62%，比你说的还多2个点，够用吗？够。周五峰会主论坛，陈总要宣布技术合伙人计划，核心卖点就是林婉不可替代。我在他演讲之后加一个技术演示环节，用你这份框架现场跑一遍他的底层逻辑。现场跑？投影屏上逐行对比，台下300多人全是业内技术高管，他的代码被人当众拆开，不可替代4个字，当场变成笑话。陈总的合伙人方案呢？董事不会批一个可以被替代的人，350万年薪作废。他在王总那边的溢价也跟着他，王总一看他没了稀缺性，20%的合伙人协议撤，两边同时崩盘。张浩，你要的架构师岗位，峰会结束当天给你发 offer。我呢？你继续留在王总公司，林婉走了之后，那边需要人接项目，你的位子比现在高。峰会演示环节谁上台？我。陈总的议程里没有这个环节，我以主办委员会的名义临时加插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代码已经投在屏幕上，他本人也在受邀名单里。我知道，300人面前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扒干净，这才叫杀人诛心。张浩，这次见面没发生过。什么事？这么急？张浩在职最后1周，连续3天凌晨访问架构教目录，每次停留40分钟以上，拷贝量远超他备份计划的范围。你之前不是说他跑了30%？我低估了，他最后3天集中下载了模块2和模块3的接口文档，加上之前的框架还原度能到60%以上。方毅验完资料，下一步一定是峰会。周林，峰会议程表你拿到了吗？主论坛下午2点开始，陈总演讲在第3个环节，但议程最后有一栏，主办委员会保留临时加插环节的权利，这就是方毅的后门。他会在陈总讲完之后，临时加一个技术演示。当着全场的面拆你的代码？不是拆我的代码，是拆我的价格。300人看完演示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林婉可以被替代，陈总的方案废了，王总的协议也没意义了。那怎么办？明天下午3点，我跟陈总签约，签完我带着合同去峰会，签完再去，来得及吗？方毅要的是阻止签约，签完字的合同摆在董事会面前，他的演示就是废弃。万一他提前动手，所以明天3点之前一个字都不能漏出去。老陈，小刘那边盯死。张浩，你选了最大的舞台来杀我，那我就在你的舞台上让所有人看清楚，谁才是站到最后的人。签约文件带了，包里。3点签完，4点进场。现在2点40。陈总那边确认了地点没有？3楼贵宾室，赵林10分钟前发的定位。方毅的人在会场布置了临时演示设备，我刚看到后台多了一组投影接口，几号接口？主屏右侧独立信号源，记住接口编号。走。3点整，准时。签字费150万，到账时间。签字后7个工作日。改3个工作日。改。陈总，4点之后不管会场发生什么，这份合同是既定事实。我明白。周林，原件锁进保险柜，拍照发董事会群。现在就发。现在。4点，主论台见。瑞静技术合伙人计划今天正式启动，我们的核心技术合伙人已经签约。上去，现在。下面，各位，主办委员会临时加插一个技术演示环节，3分钟。在座各位都是技术出身，请看屏幕，这是某公司核心技术构的还原代码，还原度62%。陈总刚才说他的技术合伙人不可替代，但各位看看这个框架，逆向补足周期3到6个月，请问花350万年薪签一个可以被替代的人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更关键的是，这份架构资料的原始作者就在今天的现场。林婉小姐，你的代码已经不是秘密。
300人，300双眼睛。他选了最大的舞台，把刀架在我脖子上。好，让所有人都看着，看清楚，刀架在谁脖子上。话筒给我。林小姐，你可以在台下回应。给我。方总刚才说这份框架还原度62%，对吗？数据经过技术团队验证。我没问你验没验，我问你来源。张浩，站起来。不敢，那我替你说。这是我公司服务器的完整访问日志。张浩离职前最后一周，连续3天凌晨2点到4点，非授权访问底层架构目录，单次拷贝量超过800兆。方总，你拿到的资料是赃物。这些代码有一半是我参与开发的。参与。全场技术出身的各位，请看提交记录，模块1、模块2、模块3，原始提交人全部是我。张浩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3个月后的署名辩丁记录里。他没有写过一详核心代码，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把我的名字改成他的。这些记录可以伪造。方总，你刚才投屏的代码用的是我2年前的旧版框架，左边是你的，右边是我2年前的存档元件，带区块链时间春认证，逐行对比，完全一致。方总，你花了1周验证的东西是我2年前就淘汰的旧版本，现在的底层架构已经迭代了3个大版本，加密协议全部重写。你手里那62%对应的是一具尸体。你，张浩，你偷走的是我扔掉的东西，你拿着垃圾去卖钱，还卖给了一个连版本号都不会查的人。各位，瑞征技术合伙人协议今天下午3点已经完成签约，合同原件在董事会备案。方毅，你的演示结束了。全场都录像，他们录。张浩，你选了300人的舞台来杀我，现在300人都看见了，你从来不是创造者，你只是个小偷，而小偷手里的赃物连版本号都是错的。方毅，昨天峰会的录像，董事会每个人都看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陈总，我是为公司节省成本。节省？你拿赃物上台，当着300个行业高管的面，让瑞基成了笑话。今天早上我接了11通电话，全在问瑞静的副总裁是不是买赃销教的。方毅，资料来源你事先知情吗？张浩说是他参与开发，服务器日镜、提交记录、区块链时间戳，3重证据。你验了1周，连版本号都没查。董事会决议，方毅即日起解除副总裁职务，移交全部企业。你们！保安在门口，你的东西赵林会寄到你家。现在出去。合伙人合同已生效，林晚的技术入股协议下周1走完最后流程。散会。联盟黑名单今早群发了，你的名字在第1行。方毅呢？免职，今天上午的事。他答应我的顾教师岗位没了。瑞金 HR 半小时前给你发了巨录通知，你看邮箱。他毁了我。张浩，不是他毁了你，是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也要走了，王总那边今早通知我行政岗位撤编，限3天办完离职。林晚动的手？不知道，但我不怨林晚，我该得的。行业联盟黑名单已经生效，张浩3年内无法入职任何成员企业。方毅今天上午被董事会免职，保安清场。李萌呢？今天提交了离职申请，没闹。林总，李萌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对不起。小刘，以后有人让你传消息、抄间邮件，任何我不知的事儿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去忙吧。结束了，这一轮结束了。你不高兴？张浩，你用4年偷我的署名，用3个月偷我的代码，用1场峰会想毁掉我。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可我没有快感，因为从头到尾你浪费的是我的时间，而我的时间比你的命贵。周林，明天开始瑞征数据中台项目启动会，准备资料。明白。林晚，借购方案董事会全票通过，从今天起，数据中天你全权负责，人、钱、资源你说了算。技术团队编制我要15人。批。外部供应商选型我独立决策，不经采购委员会。批。
你是我花150万签字费请来的人，我不会让流程拖你后腿。林总，这是您的专属工牌和权限卡，系统里您的职级标注是核心技术合伙人，陈总直辖。有问题？没有。今天启动会很顺利，陈总给的权限比王总大10倍。你不高兴？老陈，你看这4个字，陈总直辖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直接汇报。王总叫他核心合伙人，陈总叫他技术合伙人，名字不一样，本质一样。我是一件资产，挂在谁名下的区别而已。王总用竞业和知识产权锁我，陈总用签字费和直辖权绑我。张浩偷我的代码定价，方毅拿我的代码拆价，从头到尾，所有人都在围着我的价格转，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想要什么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写自己的电码，接自己选的项目，用自己定的规则做事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担心哪天密钥被人改掉，不用签任何一份最后一页藏着刀的合同。你是说我要自己开公司？你刚签了瑞静竞业条款？1年，我跟陈总签的竞业是1年，不是3年。1年之后？1年之内，我帮陈总把数据中途搭完，交付之日合同到期，然后我只给自己打工。从张浩偷我署名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别人的棋盘上活着。王总的棋盘，陈总的棋盘，赵总的棋盘，每一步都是别人画好的格子。现在我要掀桌子，我要自己画格子。我跟你想清楚，创业没有签字费，我不是为了钱跟你的。老陈，我老了，折腾不动，但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在。林总，模块接口全做了标准化封装。对，拿到文档的人都能独立维护。这么设计，等合同到期，谁都能接手。好的架构不该依赖任何一个人。坐。您找我？你的架构方案我全看了，标准化封装，模块独立运行，交接文档写的比产品说明书还细。林婉，你从第一天就没打算留，你要自己开公司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想留的人会让自己不可替代，你反过来，你再让自己可以被替代。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做，要走的人。陈总，150万签字费，数据中途完整交付，合约期内一个字不会少您。我知道，搭完中团我放你走，不等1年。什么意思？交付即解约。150万买的不是你1年的时间，是一套跑10年的系统。你能交付，条款就是废纸。我走了，可能成您的竞争对手。哼，那我更该提前跟你谈合作。中台交付之后，瑞静每年技术迭代外包，优先给你的公司，不是人情，是商业判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用条款锁过人，方毅就是这么来的。他最后拿赃物上台丢我的脸。绑一个想走的人，不如放一个记得这间办公室的人。不用现在答，公司注册那天拿这张纸来找我签字。陈总，中团交付时间我提前2个月。不用赶。不是赶，是您值得我拿最好的速度。交付即解约。他真放你走？你信他？合同在他手里，1年锁定是他的权利，他主动撕开，不是大方，是算得清。算什么？放走一个记得他好的人，比锁住一个想跑的人划算10倍。王总用合同锁我，张浩偷我代码，方毅拆我价格，所有人都想把我变成一件东西，只有陈总做了一件没人做过的事，他把门打开了。真正的强者不需要锁，因为值得尊重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回头。那我们的计划提前2个月交付，交付那天注册公司。关门，坐。站着说。你上次要求的全改了，竞业1年，知识产权加了入职前框架除外条款，第15条删了。这是新的，20%股权，无锁期，无竞业，无回收条款。你什么时候想走都行，只要你留下来。无条件。无条件。王总，您上个月说无条件的时候，最后一页藏了一把刀。这次没有，你从头翻到尾，每一页我签了骑缝章。为什么？赵总2000万的项目，你走了，没人接得住。公司今年能不能活过去，就看你一个人。这不是诚意，是恐惧。林婉，我把能给的全给了，你还要什么？王总，我不签。
什么？不是条款的问题，也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我不想再给任何人打工了。我已经签了瑞征的合同，数据中途交付之后，我自己开公司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张浩偷我署名的时候。赵总的项目，我走之前会把所有文档、交接方案、备份密钥全部移交，一个字不会少。你走了之后呢？您可以找新的技术负责人。架构文档我写的足够清楚，任何中级工程师都能维护。我给了你所有东西，你一样都不要。王总，您给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让我离不开这张桌子。我感谢您的器重，但我不要桌子，我要门。你会成的。签了，拒了。王总给了20%无条件股权，我要的东西，任何一份合同都给不了。他最后说什么？他说我会成的。林总，我能跟你吗？想清楚，没有底薪，没有签字费，前3个月可能发不出工资。我想清楚了。王总，谢谢你最后那句话，这是你说过的唯一一句不是为了留住我的话。交接周期呢？2周，所有文档、密钥、备份方案逐项移交，清单已经发到您邮箱。赵总的项目架构文档我写了3套维护手册，中级工程师能独立跑。老陈，人事那边今天走完程序，明白？林婉，以后缺服务器资源找我，不算人情，算老东家折扣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你入职第1天给我看的那份技术方案原件，一直在我这儿，带走。王总，再见。王总跟我说了，你要走。是。我投的2000万在这家公司，项目跟着公司走，不跟人走，这个你清楚？清楚。现有项目的全部交接方案我已经写完，不会影响进度。但是，明年 Q2 我有一个新项目，智能供应链中台，预算1500万。这个项目不在王总公司的合同范围内。林婉，你的工作室什么时候注册？下个月。注册完，拿营业执照来找我。这个项目的技术外包，我指定你。赵总，您……我投资看人，不看公司门牌。王总那边的旧项目我不动，但新项目给谁，我说了算。赵总，我的公司刚注册，没有资质，没有案例，没有团队规模，您不怕？我投王总的时候，他公司也是3个人1间民房。林婉，合同条款回头让法务对，但有一条我现在说，不签竞业，不锁股权，不藏最后一页。你能接受的合作方式，就是我的合作方式。东西都搬完了，就这一箱，4年1个箱子装得下。公司名字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叫原点。为什么叫原点？所有坐标系的起点，从这里开始，格子我自己画。瑞征中台还剩多少工期？4个月，提前2个月交付。交付那天注册公司。周玲，把制照扫描片发赵总助理。现在。林总，连办公室都还没租，制照先到，办公室后到。赵总等的是这张纸，不是1间房。坐。注册昨天拿的，团队3个人。赵总，3个人的工作室，没有过往案例，没有资质评级，1500万的项目给他，审计那边过不了，审计归你管，归合归部，但采购流程……老方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去年王总公司拿我2000万项目的时候，技术方案谁写的？林婉。项目交付谁盯的？林婉。出了3次重大个，半夜爬起来修的是谁？我投的不是公司门牌，我投的是这个人。采购流程你走，资质问题你解决，3天之内把供应商入户手续办完。3天，办不完你跟我解释。1500万的合同，何姐已经让法务起草了。林总，请过目。赵总，最后一页没有刀。我说过的话不说第2遍。付款节点我有一个修改，首付款从20%改30%，3个人的工作室现金流撑不过2个月。改。赵总，财务那边我签字，财务照办。林婉，这不是我帮你，这是我买你未来10年的第1张门票，你值这个价，我就敢下注。赵总，
这张门票我会让您觉得买便宜了。签了。签了，首付款450万，3个工作日到账。4年前你进王总公司，月薪12000，今天你自己接了1500万。林总，我们明天租办公室吧。不急，先把赵总项目的技术方案做出来。桌子在哪儿不重要，活儿在手上就行。你从王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说你要门不要桌子，现在门开了。走，回去写方案，明天之前第1版架构图交到赵总桌上。这周收到11份简历，全是老公司的人。谁？前端组的陈磊，测试组的孙磊，还有产品部的何洁。何洁？他不是之前天天跟张浩一起吃饭的那个？是，他简历里写了一句，希望跟随真正有技术能力的 leader。把何洁的简历拿过来。拒。直接拒？他去年项目复产会上，当着全组的面说我的架构方案过度设计。张浩附和，他第一个鼓掌。那其他10个人呢？你和小刘筛，标准只有一条，拿作品说话。简历里写愿意追随的，全部退回。我不要追随者，我要能干活的人。明白。陈磊留下，他去年独立重组过支付模块，代码我 review 过，干净。约他明天面谈。收到。这个月又走了几个？3个。后端组的张凯，运营的李栋，还有项目经理赵瑜，都去了创业公司。去哪家？原点科技。王总，赵总的项目上周验收，3个 critical bug 没人能修，客户发了邮件，措辞很重。架构文档林婉不是留了3套维护手册？手册在，但剩下的人看不懂第3套，那套是针对底层异常处理的，需要至少高级工程师水平。招人，加薪30%，把高级工程师挖过来。王总，我们发了2周招聘，投简历的人看到林婉离职的消息，都问同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核心技术负责人走了，公司还能撑多久？老陈，林婉走的时候你在场，他说过回头找我吗？他说的是再见。林总，我不是因为你火了才来的。那你为什么来？去年支付模块重组，全组没人敢动底层，你给我开了权限，说了一句话，你写我兜底。那是4年里唯一一次有人让我碰核心代码。原点现在3个人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工资按项目结算，你能接受？能。明天早上9点到，带你自己的键盘。4个人了，不够。赵总的项目需要7个人，继续筛。那些冲着你名气来的呢？名气来的，风一吹就散；活儿筛出来的，才搬不走。林总，赵总让我带一句话：中验全部通过，零缺陷。尾款呢？财务今天下午打款。赵总还让我问一句，明年 Q4 的物流数据项目，你们接不接？预算多少？2300万，比上一个多了800万。2300，排期能放下吗？瑞金的迭代外包下个月收尾，排得下。何姐，回去告诉赵总，下周1我把技术方案送过去。林总，1年前便利店门口你说没有五险一金，现在呢？下个月补齐，从你入职那天算起，1天不少。林总，陈总，瑞正中谈跑了8个月，零事故，你写的架构真扛得住。您给我的那张空白借务录，公司注册那天您让我拿来签字，今天带来了。明年的迭代合同，法务已经拟好了。林总，这次最后一页也没有刀。替我谢谢陈总，当初那扇门我记着。别记门，记住是你自己走出去的。该上台了，300人。上次300人面前，方毅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这次呢？这次话筒是我自己的。今天年会上你那段演讲，台下鼓掌鼓了40秒，我在直播间数的，评论区全在刷全网最飒女老板。别看评论，看项目。赵总的新项目，陈总的迭代合同，加上这个月新签的2个中小单，明年营收过4000万。林总，敬原点。你当初说格子要自己画，画成了吗？画了第1笔。第1笔？
公司活过第1年不算赢，活过第5年才叫站住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是林婉，我是原点，所有坐标从我开始。走，回去写方案，明天还有活儿。